被拉入恐怖副本，我瑟瑟发抖，结果发现怪物比我更害怕。他们说，之前杀穿副本的女魔头回来了。欢迎来到中心医院副本。迷雾散去，一幢医院大楼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旁边是一个穿白裙子的漂亮小姐姐，她似乎跟我一样懵逼。我们两个前面几米的地方聚集了几个男男女女，他们围绕着中间一个扎马尾的女孩。女孩皮肤白皙，长相甜美可爱。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弹幕已经刷满了屏幕。666，中心医院副本重开第2场。之前因为地狱难度被关，我以为重开之后会简单一点，没想到丝毫没有。我是来看安安宝贝的，安安宝贝今天又来感化怪物了吗？新来的白裙子小姐姐好美，那个戴眼镜的女的看起来好像很害怕。看着面前阴森恐怖的医院大楼，我的心里直打鼓，忍不住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。室友林音失踪几天了，我在她床上找到了一面镜子，我把镜子对准了自己，就进入了恐怖副本。我懦弱内向，林音是我唯一的好朋友，我想要救她，可是我怕黑又怕鬼。扎马尾的女孩转过身子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是新人吗？”我是安安。这是恐怖副本，不过我们玩家可以互相帮助的。她冲着我们微微一笑，脸上的酒窝十分有亲和力。白裙子小姐姐自称菜菜，我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陆漫漫。”看着安安和旁边的几个老玩家，我内心安定不少。人多总感觉就没有那么可怕了。我和菜菜跟着安安等人走进了医院的大厅。恭喜你成为中心医院的实习医生，请在医生的带领下好好工作吧。脑海中出现提示后，我的胸前多了一个实习医生的胸牌。其他人也都认领了不同的身份，有实习护士、实习麻醉师、实习医院厨师之类的。我和菜菜两个人是实习医生。一个面色惨白、长相俊秀的男医生走到我们面前道：“实习医生赶紧过来，现在缺人手。”男医生胸牌上写着赵医生，主任医师。我和菜菜跟着赵医生向前走。新人真惨，抽到了实习医生。这个赵医生是个大变态，我没见谁活着走到病房。可喜欢看赵医生杀人了。赵医生杀人是一门艺术，人越来越少，走廊越来越深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有点害怕。哈哈哈，赵医生要把他们带到手术室了。666，我要看赵医生探索人体的秘密。走廊上的路很长很闷热，赵医生似乎也有些热，脑门上都出汗了。赵医生带着我们走到了607病房门前。等等，赵医生怎么把他们带到了病房？对呀，他怎么没把他们带去手术室解剖啊？我不服，难不成是因为菜菜长得漂亮？我从口袋里掏出纸巾，想递给男医生擦汗。赵医生后退10步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等等，我怎么从赵医生的脸上看到了害怕？那个大变态赵医生害怕？你别逗我好吗？可能是副本重开，有些部分调试，剧情产生变化。同一楼上的，看到我手上的纸巾，赵医生才松了口气。他说：“病人在房间内，你们进去给他们做检查吧。”这时候，涂着浓艳口红的女人领着实习护士过来了。口红浓艳的护士胸口挂着护士长的牌子。安安也在实习护士里面，冲我们两个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。看到我们，护士长对着男医生惊讶的一挑眉。看到男医生身后的我，护士长心虚的移开目光。护士长说：“他怎么？”赵医生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护士长闭上了嘴。护士长跟后面几个实习护士说：“等医生检查完出来，你们进去输液。”护士长转性了，他不是总是在病房门口张开血盆大口吃掉玩家吗？刚刚安安宝贝一直在夸护士长口红色号，护士长都被安安宝贝夸乐了，不舍得吃咱们安安宝贝。病房里传来几声哀嚎，血腥味从病房里飘出来，用脚趾头也能想到里面肯定很可怕。我和菜菜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自己进去。菜菜鼓起勇气，拉住赵医生的衣袍一角道：“老师，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去？”菜菜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显得楚楚可怜。哈哈哈，笑死！菜菜，你的勇敢点在了哪里？原来还有这种操作。不过赵医生好像是个变态来着。赵医生表情狰狞了一下，又看了我一眼。我觉得有医生陪着或许会好一点，也跟在菜菜后面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还不太会操作。”赵医生无奈地点点头，带头推门进去了。一打开门，赵医生就后退了一步，嫣红的鲜血落在了地上，灼穿了地板。地板上破了一个大洞。要是我们直接推门进去，说不定已经死了。病房里面的场景展示在我们面前，一个带着肚子的孕妇挖开自己的肚子，从里面掏出肠子。啊！我尖叫一声，护士长和赵医生都看向我的方向。我看到菜菜目光中闪过一丝鄙夷，他关心地问我：“曼曼，没事吧？”刚刚他眼中的鄙夷可能是我看花了眼吧。啧，这个戴眼镜的果然很弱鸡。我赌10包辣条，这个曼曼活不过3个小时。我看好菜菜小姐姐。赵医生说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菜菜跟在男医生后面进去了。我也不敢落下，赶紧跟着两人进了病房，只是我的腿肚子有些颤抖。一进病房，四周的温度仿佛低了几度。那个孕妇把被子盖上了，我也看不出来被子里面是什么场景。
只不过刚刚开膛破肚那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男医生拿出一个听诊器递给菜菜，你去检查一下胎心。菜菜拿着听诊器对着男医生柔柔弱弱地说，可我不会用啊，老师。哈哈哈哈，菜菜是想跟变态医生 play 一下吗？赵医生不会吃这一套的，赵医生说不定会教你如何用听诊器勒死自己。赵医生看着我道，你刚刚也说你不太会操作。我点点头。赵医生把听诊器给菜菜戴在耳朵上，又拉着枕头放在菜菜手上。他跟菜菜一起来到床边上。赵医生转性了，我觉得赵医生对菜菜好温柔啊。变态男医生清纯白领，还不错。哈哈哈，什么都磕，只会害了你自己。我想起来了，在门口看到的孕妇开膛破肚的场景，有些紧张。床上头发凌乱的孕妇和我对视了一眼，眼中闪过几丝慌张。赵医生伸手把被子掀开，孕妇的肚子很大，肚皮上青筋乍现。预想中的血腥场景没有出现，我松了口气。孕妇看到我表情舒缓，似乎也松了口气。我的开膛孕妇怎么没有了？我已经都捂住了眼睛，你们就让我看这个。有赵医生护着菜菜，这个孕妇可能不敢吓人。如果是那个曼曼，可能已经被弄死了。赵医生指引着菜菜听胎心，菜菜边听胎心边对着赵医生暗送秋波。我看到桌子上还有一个听诊器，就想着拿过来也跟着学习。我走到桌子旁边，腿边突然爬出来一个全身青黑的孩子。啊！我又忍不住尖叫一声。正在听胎心的菜菜不耐烦地说，你能不能小声点，会吓到孕妇的。那孩子抬起头来，一双只有眼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想溜，但是腿肚子直颤，难以移动。快咬死这个女的！这个女的总是尖叫，烦死了！赶紧死，赶紧死！我不想看这个曼曼，看到就烦。那个孩子也尖叫起来，啊！我的耳朵，不该戴耳机的，怎么回事？之前这个孩子有叫过吗？没有啊。游戏更新了那么多吗？这个鬼孩子不是最喜欢干咬死漂亮姐姐的是吗？可能是这个曼曼不够漂亮。我被这个孩子的尖叫声刺激的头疼，条件反射地说别喊了。没想到这个孩子真的不喊了，委屈巴巴地盯着我。在门外听到尖叫声的安安推门进来了，一起进来的还有另外2个玩家，他们也是实习护士。安安看到那孩子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母性大发，走过来蹲下身子把他抱在了怀里。他对我责备道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吓他做什么？安安宝贝好善良。安安宝贝，这是要说服鬼孩子吗？安安宝贝真的是大爱。我有些无语，明明是他先吓我的好吗？那个鬼孩子躲在安安怀里，冲我做了一个鬼脸。看习惯了，我似乎对这个鬼孩子没那么害怕了。我也瞪了他一眼，不过镜片太厚，他没看出来。安安说，曼曼、菜菜，你们去食堂打点粥吧，孕妇和小孩看起来都有点饿了。菜菜拉着赵医生的袖子说，老师，你吃了吗？我们去食堂吃饭，正好给他们带点粥吧。菜菜一脸娇憨，一双水润的大眼睛盯着赵医生。好家伙，菜菜姐姐好会呀！菜菜姐姐出个斩男秘籍吧。我怎么记得之前赵医生不吃这一套的？赵医生看了我一眼，连连拒绝道，还是不去了吧，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忙。菜菜不依不饶地扒拉着赵医生的袖子说，我们不认识路啊，老师一起去吗？菜菜冲我使了个眼神道，曼曼，我们第1天实习，对不对？漂亮小姐姐撒娇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我这个色鬼是顶不住了，我觉得有点腻味。我实事求是地对赵医生说，老师，我们确实不认识路。赵医生无奈地说，那我就带你们去这一次好了。为什么我感觉每次赵医生都是为了曼曼去的？楼上的，你是不是眼瞎？谁会看上这么个眼睛度数极高的弱鸡？赵医生明显是对菜菜动心了，但是又想克制自己。我磕到了。赵医生动心了，又想要维护自己恐怖游戏 BOSS 的尊严。安安松开抱着鬼孩子的手道，我也去吧，我也想要认认路。安安对着2个同伴说，你们先给阿姨输液吧，我去给阿姨打点粥。听到阿姨这个词，我看到床上的孕妇额头中间出现了一个黑印。我记得开膛孕妇不喜欢被叫阿姨，上一个叫她阿姨的已经被她的肠子给馋死了。完了，安安宝贝不会被孕妇杀了吧？我被孕妇脸上的变化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踢到了身后的椅子，椅子倒在地上，发出哐啷的响声。孕妇一惊，看向了我的方向，额头上的黑印消失了。她闭上眼睛假寐。安安宝贝果然招人喜欢，自带人见人爱 buff 的安安宝贝，肯定是因为安安对鬼孩子好，孕妇也被感动了。赵医生带着我们向着食堂的方向前进。我们经过了护士休息室，护士长张开血盆大口咬开了一个玩家的头颅。看到我们几个，护士长愣住了，那个玩家的身子掉在地上，护士长吐出玩家的头，玩家的脑浆混着鲜血流到了地上，一直流到我面前。白色的脑浆混合着粘稠的血液，十分恐怖。我的身子微微颤抖。进了这个恐怖游戏之后，我第一次直面同是玩家的人类的死亡。我应该害怕呀，
可我为什么还有点兴奋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这个浑浊的颜色很是熟悉。空气中的血腥味让我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。慢慢被吓傻了，我感觉这个慢慢要下线了。护士长，快吃了它！菜菜躲在赵医生后面，抱着赵医生的腰瑟瑟发抖。赵医生看着被杀死的玩家的尸体，表情陶醉，指尖神经质的微微颤抖，似乎看到了什么珍视的艺术品。赵医生看起来好陶醉，他好可爱，还有点紧张。菜菜这波操作好像让赵医生很开心。赵医生果然陷入爱河。只有我觉得赵医生迷恋的是地上的尸体吗？最后那句弹幕很快被磕 CP 的弹幕覆盖了。护士长抬起头来，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我。安安冲到了护士长面前，举起手上的唇膏说：“姐姐，你的嘴唇有点干，要不要先涂点润唇膏？”安安宝贝，你怎么过去了？不要，安安宝贝，你不能死。安安宝贝真的对护士长很好啊，护士长不会杀他的。可是护士长刚刚杀了别的玩家呀。护士长接过润唇膏，看了我一眼。我实在是压不下内心莫名的兴奋，默默地前进了一步。我握紧颤抖的左手，小命要紧啊，冷静啊。为什么我会想把护士长的头拧下来？我今天也没喝酒啊。室友林英说我平常内向文静，可喝醉了就像变了个人。上次喝醉酒有人挑衅我，我差点拿着酒瓶子给人家开瓢，后来还是被旁边的朋友拦住了。而且他说我喝醉了的时候吃饭会用左手夹菜，从右撇子变成了左撇子。平常都是室友林英罩着我，他脾气火爆，为人仗义。我唯唯诺诺，被人欺负也不知道反抗，林英对我恨铁不成钢。林英会在这个医院里面吗？他还活着吗？我好担心他。看到我上前一步，护士长紧张地后退一步。他迅速把润唇膏涂在嘴唇上，连连称赞说很好用，很好用。弹幕中有人发现了滑点，我怎么感觉护士长有点谄媚？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在忌惮那个戴眼镜的女的，但更多的人还是在力挺安安。他这是感动啊！这些人都把他当怪物，只有安安把他当成女人。我觉得是护士长想要吃那个戴眼镜的曼曼，但是又怕吓着安安。我们安安是特地过来救这个戴眼镜的女的吗？安安好善良啊！安安见状，开心地挽住护士长的胳膊道：“姐姐，你是饿了吗？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。”护士长看了看无奈的赵医生，机械地点点头。第一次看玩家还有护士长、赵医生一起前往食堂，笑死！怪物和玩家一起遇到怪谈会怎么样？我觉得赵医生会护着菜菜，护士长会护着安安。慢慢估计要下线了。食堂空荡荡的，我们进了食堂之后，门自动关上，看到我们5个人，食堂窗口自动出餐5份。食堂窗口的玻璃里面黑黢黢的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食堂的广播开始发出声音，广播的声音十分刺耳，让人听着想要拽光自己的头发。欢迎各位来到医院食堂，祝各位用餐愉快，请各位客人不要浪费食物，务必全部吃完。各位可以使用红色的筷子，黑色的筷子会污染饭菜。食堂的工作人员10分钟之后会来收餐。刺啦啦，广播似乎被什么卡住了，不再播报声音。这个破副本咋回事 ？BOSS 攻击力下降就算了，连广播都没播完。感觉这个副本重开之后，血腥程度大大下降 ，BOSS 都温柔好多。莫非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喜欢看玩家和恐怖副本 BOSS 恋爱，所以副本调整了？我看了看餐盘里的饭菜，小青菜是白色的，豆腐皮是绿色的，唯一的荤菜是很大一个的狮子头。只不过我盯着狮子头看，似乎能看到狮子头张着嘴巴说来吃我。我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真的很恶心，好想掀桌子。菜菜和安安却似乎被餐盘的菜吸引，眼神都变了，透着渴望的光。菜菜从赵医生背后走了出来，安安松开了挽住护士长的手，2个人直直地向前走。我拉住了旁边的菜菜，大声喊住了安安，安安。这个曼曼居然没被诱惑，可能是眼镜片够厚吧，哈哈哈。赵医生和护士长怎么不拉住安安和菜菜？应该是赵医生、护士长还没反应过来吧，他们肯定不会看着安安和菜菜去死的。菜菜反应过来，噌的一下跑到了赵医生旁边，拽住了赵医生的袖子。菜菜委屈巴巴地说：“老师，这些饭菜好像不太正常啊。”赵医生有些嫌弃地看了菜菜一眼，倒是也没收回袖子。赵医生看着不太高兴啊，肯定是因为这个曼曼阻拦了赵医生英雄救美。有道理。安安也退了回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护士长的胳膊，仿佛抱住了大佬的大腿。菜菜说：“曼曼，其实你不拉住我，老师应该也会拉住我的。”安安点点头道：“姐姐肯定也是没反应过来，合着我不该拉住他们2个。”我有些心塞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信任这些副本怪物，超过信任我这个人类。10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人动那几盘菜。菜菜一直在跟赵医生唠嗑，安安一直在花式夸护士长。食堂窗口玻璃的里面出现白色的身影，10几个食堂工作人员从后厨出来收餐盘。我看不清这些工作人员的脸，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食堂工作人员制服。食堂工作人员看到饭菜一口都没有动，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。
浪费可耻，浪费可耻，浪费可耻。他们队列整齐，举着胳膊，嘴里还念叨着口号。这几个怪物应该打不过赵医生和护士长吧？想看赵医生护着菜菜，在恐怖副本磕 CP， 我可太快乐了。什么都磕会害了你自己的。菜菜躲在赵医生后面娇弱地说：老师，我好害怕呀。安安紧紧贴近护士长的身子道：姐姐，这些人看起来好奇怪。食堂工作人员包围了我们，离我最近的食堂工作人员伸出舌头，我没能完全躲开，脸上多了一道口子，脸上的口子好像很痒。慢慢终于要下线了，他估计会被污染成为食堂工作人员吧。反正我也不喜欢看这个弱鸡。护士长舔了舔烈焰红唇，对着赵医生说：他变弱了。赵医生说：不确定，要不我试试。之前护士长和赵医生打过这些食堂怪物吗？不知道。这次重开之前，貌似中心医院副本开了很久，而且很热门。护士长说：不急。安安拽着护士长的袖子说：姐姐，这些人好可怕，我们赶紧回病房吧。护士长嘴角上扬道：好的，安安，我们回去吧。护士长张大嘴巴在食堂门上啃出来了一个出口。安安跟在护士长后面走了出去。护士长好宠安安。护士长护航，食堂怪谈困不住我家安安。留在病房的玩家真惨，全被开膛孕妇弄死了。赵医生说：你真怂，我会亲手干掉这个女魔头的。护士长耸耸肩，没有回头。我此时感觉很不好，眼前的人都出现了重影，脸上的口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好恶心啊。你的脸。菜菜尖声对我说：我的脸怎么了吗？我摸了摸脸上的伤口，却摸到了一只眼珠子。菜菜说：天哪，慢慢，你变成怪物了。我成了怪物吗？可是我还没找到我的室友林音，我要找林音。黑色筷子，用黑色筷子去除污染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林音的声音。我是出现幻觉了吗？食堂工作人员的脸在我的眼前渐渐清晰起来。我在食堂工作人员中看到了林音，她担心地望着我。据说人死前会产生幻觉，幻觉就幻觉吧，我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现在所看到的东西。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食堂的碗筷区那边，我按了几下自动取筷机，可是出来的都是红色筷子。赵医生手上多了几把手术刀，狞笑着对我说：我可不想等着你治好自己。手术刀夹杂着风声袭向我。旁边的菜菜眼睛亮了，捧场道：赵医生，你好帅。之前慢慢还救过菜菜吧？这个慢慢现在已经被感染了，不是人类了。这个是恐怖副本，圣母婊退散。菜菜看起来真的和赵医生很配。我下意识地偏头躲开，更多的手术刀向我袭来。林音推开了我，我和林音一起倒在了地上。这个是不是重开中心医院副本之后第一场那个林音？说实话，我挺喜欢这小姐姐的。她好像是在食堂被感染了。那些手术刀并没有落地，而是仿佛长了眼睛一样的向我袭击过来。林音拉着我往食堂后厨里面跑，食堂后厨的门被关上了，又被赵医生踹开。我们从食堂后厨的另一边门又逃了出来。食堂大堂里的手术刀继续追着我跑。林音抄起一个大锅盖递给我，跟我说：你先撑住。林音冲上前去，直面追着我们的赵医生，手上还拿着一个电击棒。电击棒对准赵医生的心脏。赵医生浑身抽搐了一下。赵医生的弱点是这个电击棒吗？好像是。林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。菜菜急了：你这个怪物，不许对赵医生动手。菜菜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菜刀，他拿着菜刀捅进林音的后心。菜菜什么时候拿的刀？好像是在慢慢感染的时候，他偷偷在食堂窗口那边拿了一把菜刀。菜菜为了赵医生好勇啊 ，KSWL。不要啊！我拿着锅盖冲了过来，可是晚了一步，我只来得及接住倒下的林音。赵医生似乎也受到一定的伤害，那些手术刀纷纷落地。林音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：你为什么要救这个怪物？菜菜扶住了瘫软的赵医生道：老师才不是怪物，你们两个才是怪物。林音倒在了我的怀里，我的心脏狂跳，熟悉的痛苦传遍全身。为什么我又没能保护好朋友？我什么时候没能保护好朋友？我明明没什么别的朋友啊！林音生气地骂菜菜：这个赵医生以虐杀玩家为乐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林音向来泼辣，我最喜欢听他对人。可是我怀里的林音脸色苍白，说话的声音都不稳。我的身子忍不住开始颤抖。为什么我在乎的人一次次离开我？一次次离开？还有谁离开我了？我好恨啊！林音对我说：没关系，慢慢，我本来就已经被感染了。我本来想着救下这一波玩家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杀死那几个 boss。没想到现在的脑残玩家居然还对着 boss 玩恋爱那一套。你赶紧去找黑色筷子。林音强撑着身子，用最后的力气推开了我。咚咚咚咚，我的心脏狂跳。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：没关系啊，慢慢，我本来就是重病患者，跟慢慢你一起闯关恐怖副本很开心啊。慢慢，我觉得你可好看了，只是需要多笑一笑。你赶紧走吧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
我看到了一个笑起来眼如弯月的女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她是婷婷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是在恐怖副本里面认识的。中心医院是我们经历的第100个副本，如果成功，我们就能回到现实，并且实现一个愿望。我的愿望明明是手术刀又向我袭来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手术刀贴着我的鼻梁擦过去，打碎了我的眼镜，碎片划伤了我的鼻梁，疼痛感让我站立不已。我左手把眼镜摘了下来，捏碎在掌心。我本来就不近视，只不过我社恐，不喜欢和人家对视。镜片划破掌心，鲜血四溢，更多的鲜血让我更加兴奋。我扬起嘴角，婷婷说的对，我要多笑一笑。我望向赵医生的方向，他有些紧张地看着我。这个慢慢摘了眼镜有点好看。对呀，为什么要戴着一个这么丑的眼镜？战损美人，我现在有点上头。我伸出左手抓住飞在空中的其中一把手术刀，其他手术刀似乎有些害怕，停在空中，没有再袭向我。我走到碗筷区，一刀把自动取筷机给戳开，里面的筷子全部是红色的。Shit， 怪不得怎么按都是红筷子。我用手术刀把筷子盒子给大卸8块。我看向了旁边的自动取勺机，转了转手上的手术刀。在我动手之前，自动取勺机嘎啦一声，自动吐出来了一双黑色筷子。我用黑色筷子把脸上的眼球夹了出来。我把眼球放在手心，眼球居然会说话。他说：“是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偏头对赵医生问道：“我认识这个恶心的东西吗？”我没等赵医生回复，把眼珠子扔进了嘴里，咀嚼了几下，爆浆的感觉真的好棒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曼姐把污染物吞了。我感觉曼姐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现在你们都管她叫曼姐了吗？哈哈哈哈！我现在觉得我不配直呼其名。我觉得曼姐好带感啊。怎么办？赵医生的神态恢复了初见时的谨慎，他乖乖地回答道：“可能是你在中心医院屠杀的时候被他看到了吧？”屠杀？中心医院老粉，我好像记得中心医院之前有过一次屠杀，最后好像黑屏了，还有好多人投诉来着。当时画质还没这么清晰，我只记得是一个女的屠杀的。哦，看来她躲过了第1次。没关系，她没能躲过第2次呢。这个眼球味道不太好，不过咀嚼起来很爽，很解压。我上前几步，伸手从空中撸下来几把飘在空中停滞不前的手术刀。我把手术刀夹在左手指尖，冲着赵医生挑眉。赵医生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后退了几步。菜菜疑惑地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赶紧杀了他呀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怪物。”我问菜菜：“我是怪物，那赵医生是什么？”菜菜说：“赵医生是我的老师，我爱慕他。”哦，爱慕吗？那被爱慕的人解剖一定是你的荣幸吧？我对着赵医生说：“我给你2个选择。选择1呢，我会按照上次对你的方式对待你。选择2呢，你把菜菜当成普通玩家对待吧。”赵医生的眼神变得兴奋起来，他说：“当然选择2。曼姐，之前我是以为他是你的朋友才没动手，现在能做我最喜欢的事情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谢谢曼姐。”我就说赵医生对菜菜没有爱，赵医生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心的嗜血大变态，所以说刚刚赵医生对菜菜的纵容都是因为害怕我曼姐吗？菜菜有些慌张地说：“你会怎么对我，老师？”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尖锐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干嘛要这么怕这个女人？”赵医生微笑着看着他，像是在看心爱的小动物。菜菜似乎放心了一点，道：“老师，我就知道你对我……”突然，赵医生的手变成束缚带，把菜菜绑在了食堂的桌子上。菜菜扭扭捏捏地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绑了我？这是 play 的一环吗？”这确实是 play 的一环。接下来的画面十分血腥，漂亮女生被活体解剖，赵医生按照肠、胰腺、肝、肾、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，说什么对赵医生充满爱慕，被他解剖不是一样恐惧、憎恶、尖叫、绝望吗？白裙子染上鲜血，天哪，好血腥，我要吐了。我的心灵受到了伤害，我居然磕了这俩的 CP， 我眼瞎，什么都磕，果然害了我自己。赵医生陶醉在解剖中，我拿着手术刀回到病房，总得把这个副本打完吧。我很讨厌这个副本，我2个最好的朋友都死在了这个副本。我哼着歌，转着手术刀在走廊上走。我本来是个没什么感情的杀人机器，我小时候被父母卖到地下拳场，成为地下拳场的杀器。地下拳场被查封后，我穷困潦倒。我最初进恐怖副本的愿望就是想挣500万而已。我是追逐利益的亡命之徒，只不过我没想到在恐怖副本会遇到婷婷，她算是教会了我爱人和被爱吧。我从一个杀人机器变成了一个人类，我把我的愿望改成了让她活下来。可是系统说没法达成这个愿望，我被抹去了所有记忆，带着500万回到了现实。我的记忆只剩下小时候被爸妈虐打和好运中了500万，所以我的性格就是懦弱又拧巴。重回大学校园后，同学们好像也都不是很喜欢我，还有人欺负我。还好我遇到了室友林音，她刀子嘴豆腐心，再次照亮了我的生活。
可惜他也死在这里了。走廊上可能是有些别的怪物的。上一次打副本的时候，我在走廊杀过怪，只不过这次我一个都没看见，我只瞥见走廊上的影子疯狂逃窜。我一路畅通地走到607病房门口，推开门，我的身子被从天而降的床单罩住，隔着床单，我感觉到会动的绳状物捆住了我的身子。我手术刀一转，割破了床单，拽住了捆住我的肠子。孕妇躺在床上，旁边的安安握着她的手，护士长站在旁边。肠子是从孕妇被子下面冒出来的。我冲着床上的孕妇笑了笑，把肠子拽进了嘴里。安安尖叫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你个怪物！”曼姐好疯，我好爱。对不起，安安宝贝，我发现我好像爱上曼姐了。曼姐的变态让我兴奋，我为曼姐举大旗。又是一个说我是怪物的女人。孕妇忍着疼痛自断肠子，她干笑着说：“曼姐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你。”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获得道具蠕动的肠子。这个肠子好恶心，还没法下咽。我对着那个鬼孩子招了招手，把肠子丢给了他。他像是得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一样道：“谢谢曼姐。”鬼孩子一口咬断那个肠子。孕妇瞪了那孩子一眼，碍于我的面子不敢作声。真的勇士不需要道具，我曼姐确实不需要道具。曼姐食物链顶端。我好奇地问安安道：“护士长吃了你的队友，这个孕妇8成也弄死了刚刚留下的实习护士，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，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呢？你不是说玩家要互相帮助吗？”问出来了我的心声。安安粉丝太多，之前我都不敢吱声。安安每次都是一个人活着出副本，她的队友都凉了。安安仰着脸倔强地说：“她也是有苦衷的，她被老公家里要求生男孩，一次次地受孕。护士长也有苦衷的，她只是想被当成女人，而不是当出怪物。”安安手上多了一把镰刀，她走到我面前，用手上的镰刀刺向我。安安说：“孕妇阿姨只是想要人接替她的痛苦。”死神镰刀，安安上个副本拿到的，不就是她把队友献祭给了死神，所以拿到的吗？他还说死神只是寂寞，需要人陪伴，哈哈。我用手术刀接住了镰刀，手术刀碎了，眼看镰刀就要把我劈成2半，镰刀在我脸前面停住了，发出嗡鸣声。死神镰刀吗？不就是那个黑袍男打不过我献给我的武器吗？我出了副本之后，系统回收了我所有的道具，真小气。我夺过镰刀道：“这个东西是我的武器，谢谢你还给我。”安安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道：“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死神哥哥给我的。”安安扑上来抢镰刀，我一脚踹开安安，把他踹到了孕妇身上。我的镰刀不斩人类，这是我当时和婷婷的约定。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嗜血，身上戾气比较重。我对孕妇和护士长说：“你们自己跟他说说，你们生前干了什么吧。”孕妇说：“我是自己想生男孩，我婆家人其实不在乎生男生女，有些女儿被我卖了，还有几个女儿生下来被我弄死卖了。”护士长说：“当时我这边有渠兔到卖女孩和女孩的尸体，有些东西活着是恶人，死了是恶鬼。”孕妇问我：“这个女孩不是您的朋友吗？”怪物们都记得我为了婷婷杀红了眼。我嘴角上扬，我跟她不熟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孕妇也笑了，用剩下的肠子缠住了安安。安安惊恐地说：“你不能杀我，我在别的副本2有朋友。”孕妇说：“我不杀你，我只是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想要借你的生个儿子而已。”护士长从嘴里吐出一个小蝌蚪，孕妇把小蝌蚪塞进了安安嘴里。安安的肚子迅速膨胀，她俯下身子干呕，却什么都吐不出来。不多久，她就会经历分娩。她这么有爱心，肯定很喜欢小孩子啊！曼姐无敌了，这个副本在曼姐眼里没有意义。曼姐的主场，我好爱。姐姐好 A， 姐姐好帅。监测到未知错误，副本即将关闭。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，我拿出镰刀，一刀打碎了前来接我出副本的光幕。我知道只要出了副本，系统就能抹掉我的记忆，再把我扔回现实世界。我说我要林音和婷婷。系统说其他愿望都可以，复活死人没法达成。我说那我就不走了。我知道我不出去，直播无法结束。一个恐怖副本不结束，下一个也没法开始，这就属于直播事故。这个恐怖副本直播不就是想要赚观众的钱吗？时间就是金钱。系统说我请示一下上级。在我等待的时候，安安开始分娩了。安安惨叫着，咒骂着，面不狰狞。安安怎么变得这么可怕？本来粉过她，现在觉得自己眼瞎。我更加恐惧了。我对这个女人分娩不是很感兴趣。我回到食堂去守着林音的尸体。系统说我们只能复活林音，婷婷已经没法复活了，时间过去太久了。只不过林音之前被感染了，可能只能带着感染回到现实了。林音睁开了眼睛，只不过她的胳膊上有一个眼珠子在转动。我对着那个眼珠子说：“你有2种死法，一个是失去宿主，一个是被我弄死。”眼珠子疯狂转动，他大概见到上一个被吃了的眼珠子吧。他从林音的胳膊里面跳了出来，光幕再次亮起。我先把林音推进了光幕，自己才走了进去。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系统正在被上级痛骂。
好不容易把这个瘟神送走，怎么会又把他拉了进来？系统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之后和他有关的人都不会往副本里拉了。尾声，我在现实中给婷婷立了一个坟墓。婷婷曾经跟我说，我本来就是重病濒死，我最担心的不是死亡，而是死了之后没有人记得我。我现在多了一个担心，我担心我死了你会暴走。我差点忘记他，之后不会了。我和林茵回到了学校，我依旧寡言，只是摘掉了眼镜，追求者如云。林茵依旧泼辣，只不过她有点担心我，拉着我参加各种活动。她还养了一只猫，每天带着我撸猫。我对她说，没关系，已经学会爱的人不会再退化成冷血动物。林茵心疼地说，我想听你的经历。我跟林茵讲了我在恐怖副本的经历，还有婷婷。林茵说，这样就有我和你记着婷婷了。对呀，而且我也沉稳了很多了。婷婷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我给婷婷的坟墓送上一束向日葵，这是她最喜欢的花。